人民需要一辆代步小车，所以呢有了50宏光 mini EV。但是双门版的上车太麻烦，所以它进化了，于是就有了我身边这一台50宏光 mini EV 4门版。我们打算把这台官方续航只有205公里的小车呢测一测它的极速续航。那在开始上车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台小车跟宏光 mini EV 外观都有哪些区别呢？首先你能看到啊，其实整台小车区别于 mini EV 的那种方正感，它会更加偏向冰果的那种圆润可爱的感觉，包括它的前脸，其实你会发现它跟冰果会越来越像。然后呢，它这个头灯组也采用的是0之1的一体式头灯组，看起来整体风格呢会更加的可爱一点。那毕竟是变成了4门版的小车啊，所以它的整个的车身尺寸也是有所增大。首先它的车长呢是增加到了3256毫米，轴距来到了2190毫米，那光轴距就已经增长了180毫米之多。那再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它变成了一个4门版的小车，这样的话后排乘客上车确实会更加方便一点。那尾部呢是有一定的变化的，首先它的尾灯改成这种圆角的设计，并且它的刹车灯呢也是放到了后窗的上沿，这个也是相比起之前有了一定的变化的。那现在呢，它的整个的尾门开启角度也会更大。好，现在呢我们就把这台车开起来，看它到底能跑多久。好，那我们现在已经把这台车开上了。那像充电、油耗清零，然后包括空调的风速调节这些，我们都已经设置好了。好，那因为这台小车的特殊原因呢，我们就没有按照我们平时时速标率的90%来充，我们就把它充满，充到100%。然后现在呢，我们就是先来说一下它的整个内饰设计。那这档内饰它采用的是一个萌趣浪漫的主题啊，你能看到，其实我现在坐在这里，整个内饰的米白色和棕色的配色看起来也是有点那种复古的感觉。但其实你会发现啊，你看起来质感其实还不错，但是你摸上去会发现其实几乎没有什么皮质包裹，这也是成本放在那里嘛。但它用到的是一种膨化设计，那这种设计呢会让你肉眼看上去整个车会比较抬档次。那再有呢就是它的这个空调出风口这里，现在用的是椭圆的形状。那像 mini EV 上面它用到的是那种比较偏向方正的那种出风口的样式，我觉得这种样式可能看起来会更加的可爱一点，就跟它的外观相搭配起来了。好，再有呢，我们再来说它的动力。那现在的这个宏光 mini EV 4门版，它跟现款的版本也是保持一致的，依然用到的是一个单电机驱动，然后它的最大功率是30千瓦的一个单电机。那再有就是用到的是一个磷酸铁锂的电池组，然后它的在 LT 在工况下的续航是205公里。一会儿我们看看它到底能跑多少。那再有就是它的极速是100公里，然后我现在开到高速上，我发现其实说是100时速的这个极速，但其实它差不多能开到105左右，然后呢再往上走就已经走上去了。那其实这台车可能续航205会觉得并不算特别亮眼，但是如果以这台车的这个定位，就是城市代步买菜车，其实完全够用了。你其实像它用的话，用个小1周左右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再来说它整个的动力表现，那这台车毕竟是一个电车嘛，开起来那种电感还是有的，只是刚起步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并不像其他的那种电车一样，它其实还是会有一些眩晕感。它这台车它会更像是那种有一点燃油车加速的那种感觉，比较线性。你踩下踏板之后，要稍微等个1秒左右，它才会来真正的这个拖拽的劲儿。那这个呢，我觉得可能就是考虑到一般这种车都是家里的女生或者是年纪比较大老人用来接孩子来带的，所以调的整体也是偏向这部分群体的。但是这台车在低速状态下呢，其实它整个的动力表现，我觉得还是能够让人满意的。因为尤其是在0到40这个时速的状态下，你会发现你超车去超别的车还是很有劲儿的，而且很轻松。那这台车开在城市里面，就我觉得更像是一台小精灵，车又小，然后如果说你要变道、超车等等，你可以在城市里面钻来钻去，确实很灵活方便。好，那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是小计里程100公里了，然后现在的剩余电量还44%，然后预计的可续航里程是还有80多公里。那这么一看呢，其实折扣并不大，因为我们一直都是顶着它的这个速度跑的，因为它的极速是100公里嘛，所以我们一直都是90、100这样子跑的。那这样来看呢，它的折扣还不错啊。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下面的路，它能不能坚持到最后。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它的底盘方面。那这台车呢，它的悬架形式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后整体桥的一个悬架形式。那其实确实啊，整个的这个构造啊等等都比较的普通，不算很出彩的那种。你开在路上，尤其是经过减速带或者是我们刚刚这种高速的路面接缝处，你还是能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车辆整体的一个弹跳的动作的。但是毕竟这台车它整个的，比如说它的轴距比较短，然后它的整个的悬架呀什么的行程都比较短，所以这台车你会发现，你开在路上还是挺精确的，它能知道你想要干什么，它整个车还是会跟着你的大脑的想法去走的。你甚至能够开出来一点那种有点偏运动轿车的那种感觉，非常的灵巧。然后再来说它的整个的方向方面，其实我刚开上这台车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特别像玩具车的一个点，就是它方向盘其实特别轻，有时候转向的时候你就感觉不到我在打方向，但是呢速度起来之后，你明显能够感觉到它的这个力度的速度增益，然后就上来了。整个方向盘呢，它的这个重量啊等等也都是比较好开的那种类型。那当然呢，可能低速状态下比较偏轻，也是考虑到家里有女生的这个设定。再有呢，就是它的静谧性啊，那可能也确实是因为这台车的这个成本比较低，所以它可能隔音确实各方面没有做得特别好，尤其是它的风噪。那确实啊，我们现在开的是目前是80，还是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外面有风从这个各种窗户玻璃或者是什么门的接缝处啊传到你的耳朵里面。如果说你再开高一点，开到我刚刚说的105左右，你可能会觉得哇，车有点太吵了。这个时候你就可能需要打开这个音乐，但是有的时候音乐是压不住的，所以刚刚我开在路上，我会感觉到，我感觉我在开一台音量很大的音响。但是呢，它其实毕竟它是电车嘛，所以它没有多余的发动机的噪音。那再有呢，它的整个胎噪抑制的其实还算可以吧，也算是符合这个价位我的一些预期。好，我们现在已经开了136公里了，然后我们决定进服务区充电，因为现在下一个服务区的话，还有10几公里，然后再往下走服务区就得50多公里了。但我们现在表显的电量是22%，然后表显的剩余续航是44公里。为了保险起见呢，我们还是在更近的这个服务区去充电，到时候看一下它到底是打几折。
好，那我们现在呢也是给它稍微充了点电，其实我觉得它充电速度还是挺快的啊。我们差不多给它充到50%，就只花了15分钟左右，这个表现还是不错的。那最后我们的这个续航总体加起来算下来是打了87折，然后包括我们刚刚在路上跑的时候，它的这个续航里程掉的情况以及它电量掉的情况，我觉得都还是比较超乎我的意料的。因为毕竟这么小一台车，然后又是冬季续航，车上呢还坐了2个成年人，还带了一些设备啊、行李啊，其实整个载重还是算是一个比较偏重的状态啊。那这样的表现，我觉得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在这种小车里面。那其实这台小车呢，可能你刚开始觉得它可能比较适合单身的人士，那其实反而我觉得这台小车可能会更加适合2胎家庭。但有了4门版的话，可能说你上后排就更加方便，然后现在呢后排也可以安装儿童座椅，哎，是不是就更加适合你上下班接送小朋友放学、买菜这样的一个场景需求？那虽然说它后排的空间确实做成年人比较的逼仄，但是对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好合适。那当然，最后我们还是归到它的续航表现上面啊。这个表现可能你城市代步来说是完全足够的，但是如果说你是有更高级的一些续航需求，或者是你需要经常跑高速，可能你再升级一个更高级别的一点的车型会更加的合适。